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ey Your Life 美股频道，我是 Ace。本期视频，Ace 会为大家分析在昨天刚刚发布的 SpaceX 这家公司的 S1招股书。按照 Money Your Life 美股频道的传统，Ace 花了不少时间将招股书中最重要的数据，通过我自己制作的表格的形式，在本期视频简单易懂的呈现给大家。因为招股书很长，所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第二期视频作为本期视频的补充。最近 Ace 使用 OKX 交易所完成了我人生第一次稳定币和比特币的交易，不管是从账户开通还是交易执行，我都觉得非常的方便。Ace 推荐大家使用视频下方的 OKX 开户链接，开户入金。使用 OKX 不仅可以进行加密货币的交易，同时如果你对股票永续合约感兴趣，也可以在 OKX 上面看到一些股票的定价。相对于你们自己去开通账户，使用我的链接开户，可以获得终身15%的佣金减免。如果大家未来交易比较多，这15%还是可以省不少的佣金费用的。好，我们进入今天的视频。首先呢，我想简单再介绍一下 SpaceX 它的产品有哪些。虽然大家可能听过一些，但可能记得不全。其实就分为火箭和卫星两类。先来看火箭，火箭分为猎鹰9号、猎鹰重型，它们都属于猎鹰系列。其中猎鹰9号是现在的主力火箭，载重23吨，目前已经发射了620次，非常的高效。而猎鹰重型主要用于发射一些超大超重的卫星，它的载重有64吨，目前发射了11次。除此之外，就是我们熟知的正在试飞的 Starship 星舰。那么目前计划是2026年下半年可以进行首次商业飞行。而卫星就比较复杂了，表格里一共有5颗卫星，但是 Ace 为大家分类就很好理解了。首先，第一类就是宽带卫星，也就是主力放在家里使用的卫星通讯。那么 V2 mini 卫星是当前宽带的主力，主要由猎鹰9号来发射，目前在轨数量有接近9000颗了。而下一代宽带卫星是这里第三行，叫做 V3 卫星。那么它是准备使用星舰发射，预计每一次星舰发射能够发射60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V3 卫星非常的大，猎鹰9号发射不了。第二类是手机直连卫星通讯的卫星，当前服役的版本叫做 V1 Mobile， 只要有 Mobile 就是手机直连卫星通讯 D2C， 也是通过猎鹰9号来发射的，目前有650颗卫星在服役。而下一代呢，和下一代宽带卫星一样，也是要通过星舰来发射，它的名字叫做 V2 Mobile 卫星，预计是2027年开始发射。所以呢，第一行、第三行是用于宽带，第二行、第四行是用于手机直连卫星通讯。那么它们都分为现在的版本和未来的版本。那么现在的版本都是使用猎鹰9号发射，而未来的版本都是使用星舰发射，因为未来的版本都很大。最后一颗卫星是更遥远的，叫做 Orbital AI Compute 卫星，也就是轨道 AI 算力卫星，也是用星舰发射了，只是呢它的发射时间更晚，会晚于下一代手机直连卫星通讯的2027年，会到2028年才开始执行。以上为大家介绍了火箭和卫星不同的类型，我再简单说明一下。SpaceX 它的大部分火箭发射任务都是为自有的卫星服务，也就是内循环，而计入营收的只是外部客户的发射。你比如说最下方2026年一季度，猎鹰9号为外部客户发射了6次，但是呢，为自己的卫星发射了几十次。这6次外部发射，他们获得了$6.2亿的发射总营收，粗略计算就是每次发射会大概收$1亿。而我们也知道，市面上猎鹰9号的价格是7400万，有一些差距也正常，因为发射服务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营收。大概就是告诉大家，SpaceX 有很多发射，大部分是为自己的卫星发射，少部分为外部客户发射，而外部客户发射每一次成本大概是7000多万。
了解了以上 SpaceX 的主要产品，在阐述具体的财务数据之前，Ace 先告诉大家在招股书中透露的公司股东以及股价、股本、估值如何，相信大家对这一部分最感兴趣。我们先来看招股书中明确显示的个人以及公司股东。为什么说是明确显示的？就是因为如果有一些公司或者个人，他们的持股没有超过5%，他们又不是公司高管，其实按照 SEC 规定，SpaceX 没有义务要在 S1招股书里面去透露。你比如说，我为大家放在下方的谷歌。那么谷歌在招股书是没有具体的有多少股份的，根据市场的一些数据，谷歌大概有6亿股，那么是占总股本的4.79%，这就是一个预估的数据。而最上方是我们的老板 Elon Musk，马斯克本人，可以看到他的 A 类股有849.5，他的 B 类股有5569.1，也就是说，马斯克大部分股份是作为投票权更多的 B 类股。它占总股本51.2%，而它的合计投票权高达85.1%，也就是马斯克老板本人对于 SpaceX 有超绝对的控制权。而另外两个我个人比较关注的股东就是 SATS EchoStar 这家公司以及特斯拉，这两家都是上市公司。那么我们知道 SATS 是通过频谱的交易获得了 SpaceX 约2.618亿股，目前占总股本的2.09%。请注意，这部分股份还没有交割，具体的交割可能要到2027年去了。而特斯拉呢，是因为它投资了 xAI，而 xAI 被 SpaceX 收购了，由此它获得了一点点股份，不多，占总股本的0.15%。我们都知道，SpaceX 有很多员工和个人以及公司投资者，那么这些持股人可能会在公司上市之后进行套现，这很正常。作为 SpaceX 后来的投资者，就要知道解禁对于股价的影响。其实总的看下来不用太担心。首先，马斯克他本人不适用于这张早于180天分批解锁的范围，他的股票会锁定366天。就是说，老板他不着急卖股，他也明确在 Twitter 发文，我不着急套现。其实这符合他持有公司股份长期持有的原则。而另外一点，这个表格可以看出，所有的可以早于180天分批解禁的安排，其实都是按步骤来的。最早的日期其实挺近的，是截止6月30号的第二季度财报公布之后，也就是可能7、8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一些人可以最多解禁20%，随后呢，按照不同的条件加10%，额外7%、28%，剩余全部等等。所以暂时看来，我们对于解禁的压力不用过于担心。了解了股东解禁，接下来我们具体了解一下目前 SpaceX 的股价以及股价对应的市值，还有就是其对应的市销率。在左上角是上次 SpaceX 收购 xAI 的时候透露出的股价信息。那么其实这次 SpaceX 在发布招股书之前，已经将自己的股票进行了1拆5，这个1拆5就是根据当时 SpaceX 526.6的股价来拆的。拆完之后呢，也就是 IPO 前，现在 SpaceX 的总股数有125.4亿股。那么对应的，如果按照17500亿来进行 IPO 的每股股价就是139.6，接近140。但是我们也知道 IPO 嘛，肯定要稀释股份，发行新的股票。所以呢，我这里是预计公司会通过 IPO 筹集1000亿资金。那么预计新发行的股数会是7.16股，会稀释6%。那么上市的时候呢，总股数相加会达到132.5亿股。根据上市时的总股数132.5亿股这个预估，右边我们就可以通过股价乘以股数得到市值。有几个重要的节点，150的股价就接近2万亿了，190的股价就接近2.5万亿，而230的股价就接近3万亿。
当然了，到时候上市具体的股价我们会再分析，可能和 ACE 为大家呈现的有小小的差距，不过我相信差距不会太大。也请注意，大家在一些其他交易场所，比如说 Hyperliquid 看到的这些永续合约，它的股价和市值可能和这个表格不一样，很正常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计算方式，他们的起点价格可能不同。而右边呢，ACE 也把这个股价对应的市销率算出来了。要特别提醒，我在视频稍后会为大家介绍，因为 SpaceX 最近将自己的算力租给了 Anthropic，这大大增加了2026年以及以后的营收规模。所以呢，图中显示的市销率 PS 值，相较于之前我为大家呈现过的小了不少。具体来看，如果是2万亿市值的话，市销率今年底61，明年底38；如果是2.5万亿，今年底77，明年底48；而3万亿，今年底94，明年底是58的市销率。你觉得哪些合理？不妨在看完本期视频之后，做出你自己的结论。有了以上的铺垫，接下来是视频的重头戏，Ace 带大家一起深挖 SpaceX 的财务数据。我们知道 SpaceX 是一家比较神秘的公司，所以这次 S1招股书发布，大家都在等待。招股书也确实披露了很多营收、盈利、资本支出相关的数据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 deep dive。首先，我们要了解公司整体的状况，有了整体的把握，才能对细分业务进行更好的分析。那么这张表格展示了 SpaceX 2023年到2025年3年全年，以及2026年一季度单季度的营收、成本、费用、经营利润、净利，以及对应算出来的毛利率、经营利润率、净利率，还有下方的资本支出以及自由现金流。先来看营收，2023年103.9亿，2024年140.2亿，2025年186.7亿。那么2025年的年增速是33%，2024年的年增速是40%左右。这个营收年增速在100亿以上的规模是相当不错了。而成本呢，我们看2025年是增加了18%，远低于营收的33%，说明公司的毛利率在怎么样，在增加。下方可以看到，公司的毛利率从2023年的41.2%增加到了2025年的49.3%，而2026年一季度也保持在了49%以上的水平。但是，公司的盈利能力目前还是比较差的。为什么？首先来看费用，2023年产生了77.8亿的费用，2025年118.1亿的费用。用成本减去营收，再减去费用，就是经营利润。经营利润方面，虽然2025年有改善，不过依然是一个负数。2023年负的35.1亿，2025年负的26亿。而净利呢，也是一个更大的负数，2023年负的46.3亿，2025年负的49.4亿。也就意味着下方不管是经营利润率还是净利率，它们都是负数，公司都在亏钱。为什么亏钱？其实也很简单，就是因为虽然公司营收不错，top line 很好，但是它的研发费用以及相关的资本支出都还是很高的。我们来看下方资本支出，2023年仅仅只有44.15亿，到了2025年一下子来到了207.37亿。而因为一季度前后 SpaceX 收购了 xAI，所以导致仅第一个季度的资本支出就超过了100亿。那我们可以想象2026年全年的资本支出该是多么的夸张。由于庞大的资本支出，最下方的自由现金流也是很差。2025年全年负的139.5亿的自由现金流，而2026年一季度就产生了负的90亿的自由现金流。在视频接下来的表格，ACE 会为大家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数据、这样的情况。总体来说，就是公司营收很好，公司业务很有想象力，但是公司需要花大把钱进行投资，不仅是火箭研发、新建研发，还有 xAI 的投资。然后接下来，ACE 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为大家解释 SpaceX 的业务细分板块营收以及对应的毛利率和经营利润率。
首先呢，我们来看有哪些业务板块，非常简单。第一部分 Space 航天，请注意，我在视频开头已经说了，航天不包括本身星链的发射，也就是我自己的火箭发自己的卫星，不算入营收，不会 double counted，这个大家不用担心。第二部分是星链，星链又分为消费者 consumer 以及企业与政府。大家可能注意到，这里企业与政府它包括了什么呢？其实有一部分就包括了我们都知道的星盾 Star Shield。所以公司没有透露 Star Shield 具体的营收是多少，因为这是军方的服务，它包含在了整个企业与政府这个小的细分板块。同时，这个细分板块也包括了 Starlink Mobile，也就是手机直连卫星通讯的营收。所以呢，消费者主要就是目前的宽带通讯，而企业与政府包括一些航空公司，包括 Starlink Mobile，还包括星盾 Star Shield，就比较复杂了。最后一个板块，人工智能主要包括 advertising 广告以及 AI 解决方案与基础设施。那么其实说白了，也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，把算力要卖出去。三部分业务分别占公司营收的百分比是多少？我们按照2026年一季度最新的季度数字，Space 航天营收占了整个公司的13%，而最下方 AI 人工智能占了整个公司的17%，这两部分加起来就是30%。而最大头就是中间的星链 Starlink 占了69%的营收，所以从营收看，星链是绝对的最大贡献者，而星链的营收增速也是非常夸张的。我们可以看到，2023年星链的营收仅仅是38.7亿，而到了2025年全年就超过了110亿。2026年一季度就来到了32.6亿的单季度营收，这已经快顶上2年前2023年全年的营收了。星链2025年的增速高达50%，相较于航天8%的增速，以及 AI 人工智能22%的增速，遥遥领先。所以星链对于 SpaceX 在未来只会越来越重要。除此之外，这张表格我还要做2个特别的说明。第一个说明就是星链，它用火箭发射卫星的这些费用算在哪里呢？我刚刚提到了是费用，它不是算在成本，而是作为费用里面的折旧与摊销，算作资本化的处理。也就意味着，你比如说，当季度2026年一季度，他花了一些钱来发射自己的卫星，这些钱不会全部算作2026年一季度的费用，而是会分为未来5年进行折旧摊销。这就意味着，当季度的这些折旧摊销会滞后于营收，营收当季度就算了，但是呢，它的折旧摊销要未来的累积。理解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我们要知道，星链它在不断的发展，它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，那么它的折旧摊销也会不断的累积，像一个气球一样长大，它不会反映在当期，而会反映在未来。第二点，我想特别强调的是 AI 人工智能的收入。这部分收入因为最近刚刚和 Anthropic 宣布了算力租赁合同而大大的改变了。那么根据 SE 招股书发布的数据，2026年会产生约87.5亿美金的算力租赁收入，而2027、2028年分别都会产生约150亿美金的收入。2029年，因为目前合同是到当年的5月，所以大约会产生62.5亿美金的收入。这个收入数字相当的庞大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看上方。星链2025年全年的收入是113.9亿，而从2027年开始，光从 Anthropic 卖算力的收入就可以达到150亿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刚刚计算市销率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因为 Anthropic 提供的这些收入，将 SpaceX 它的市销率大大的降低了。刚才的细分业务数据表格，数据很多很杂，不容易理解。我把核心的部分做成了这张非常容易理解的表格。其中柱子的高度代表的是细分业务的营收，已经说过了，代表星链的紫色柱子增速非常明显，而代表 AI 收入的白色柱子在2026年因为 Anthropic 的原因有一个爆发式的增长。
重点来看对应的毛利和经营利润率。那么紫色虚线是新链的毛利率，紫色实线是新链的经营利润率，它们都远在0%的上方，都是正数。而火箭发射以及 AI 部分则截然不同了。可以看到下方两条实线，牙黄色实线代表的火箭发射的经营利润率，以及白色实线代表的 AI 的经营利润率，都非常的低，非常的负数，非常的夸张，意味着这两部分还在亏钱。目前公司还是要以高毛利、高经营利润率的新链业务来补血。提到盈利能力，和其直接间接相关的是调整后 EBITDA 的数据以及资本支出的数据。那么上方调整后 EBITDA、Adjusted EBITDA 其实就是我们已经看过的经营利润，把折旧摊销以及股权激励给加回去，看一下，如果不考虑折旧摊销以及股权激励，公司到底能赚多少钱？这里就原形毕露了。为什么？航天部分2023年调整后 EBITDA 还有9.97亿，到了2025年就只有6.53亿了，还下降了。而 AI 人工智能呢，2023年还是正的12亿，到了2025年是负的12亿了。那么2025年的增速都是负数，正数的增速只有新链，而且这个增速非常的大，86%。2023年新链的调整后 EBITDA 是16.02亿，而2025年暴涨到了71.68亿。ACE 为什么把这个数字划掉了呢？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，如果我们把新链的折旧摊销剔除之后，这个数字有欺骗性。为什么？因为新链我们刚刚提到，它发射卫星的火箭费用是放到折旧摊销的，那你把折旧摊销都剔除了，也就意味着这个调整后 EBITDA 的数字没有反映新链发射卫星的费用，那当然就比较片面了，它只考虑了新链本身的制造成本以及运营的费用。我为大家解释这些细节，是想告诉大家，调整后的 EBITDA 更能看出 SpaceX 不同业务部门的盈利能力。但是对于新链，我们不能被这个数字欺骗。新链盈利能力很强，但不像调整后 EBITDA 显示的这么强，因为这个调整后的 EBITDA 把它的折旧摊销直接加回来了，也就是没有算火箭的成本。接下来我们来看资本支出，这也很重要。其实重点就是 AI 人工智能的资本支出太庞大了，2025年127.27亿，而仅仅2026年一季度就达到了77亿，增速非常的夸张。那么2026年一季度公司总和资本支出才100亿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火箭以及新链的资本支出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少的，所以 Anthropic 这个订单就显得尤为重要。如果不把算力卖出去，还真的不知道这些超级庞大的资本支出在未来如何进行变现。但是，一旦把算力卖出去了，就打开了一扇门。接下来我会为大家详细讲解这个卖算力这笔生意划算不划算。我会告诉大家 ，SpaceX 旗下的 xAI 它的数据中心成本推演，以及对比 New Cloud 公司，比如说 CoreWeave、Nebius，马斯克的数据中心到底表现如何，未来潜力如何呢？首先来看成本推演，我们怎么推演？在刚刚的表格已经得知，历史上2023年一直到今年一季度，SpaceX 总共支出资本265亿美金到 AI 这个板块。而且 S1 招股书明确地说明了，目前公司总共拥有1吉瓦的数据中心算力。这背后代表的数字很重要，意味着公司仅仅花了265亿美金就建造了1吉瓦数据中心。为什么我说仅仅？因为黄仁勋曾经说过，修建1吉瓦的数据中心需要500亿美金。就算拿一些比较激进的数字，300到400亿美金来算，马斯克花265亿美金就修建了1吉瓦的数据中心，也是很了不起的。所以我就告诉大家，虽然 xAI 很烧钱，但是它的潜力也很大。首先就是因为马斯克整个团队很会修数据中心，很会省钱。其次就是他们也可以把算力卖出去，怎么卖？来看接下来的分享。请注意，接下来 Closest One、Closest Two 这2个数据中心集群芯片的数量是我在网上去找的，并不是招股书里面透露的。
目前大概的情况就是 Colossus One 总共有300兆瓦以上的算力，分别有15万张 H100 芯片、5万张 H200 芯片以及3万张 GB200 芯片。而 Colossus 2其实正在修建，但是有一部分修建好了。目前已经得知的是，它确定有11万张 GB300，并且目前正在修建若干张 GB300 芯片，以及还有后续的部署。总共据说 Colossus 2要达到单独一个集群1吉瓦的算力。那么目前已经运营的算力 Colossus 2大概是600兆瓦，也就意味着 Colossus One 300多兆瓦 ，Colossus 2 600多兆瓦，加起来就是截止2026年一季度 SpaceX 拥有的1吉瓦的算力。那么 Anthropic 它将使用 Colossus One 的全部算力，以及预估 Colossus 2 1/3的算力，加起来应该是1吉瓦不到，或者是1吉瓦。而 SpaceX 我们知道，它从中获得了每一年全年150亿的算力中心的使用费用作为自己的营收。右边呢，我们来对比一下。我把 CoreWeave 和 Nebius 两家公司根据2026年一季度实际的营收数据进行年化，再加上目前他们的算力规模来算出来每吉瓦的年度营收。那么具体数字 ，CoreWeave 83亿 ，Nebius 64亿 ，SpaceX 150亿。这个数字当然是绝对数字越大越好，因为你每1吉瓦的算力能够卖的钱越多，那么营收就越多。但是因为不同公司他们的芯片不同，他们的这个投入不同，所以呢产出不同也很正常。我只是提供一个角度去比较。我觉得从这些数据综合来看，我们可以大概得出结论：马斯克的 SpaceX 旗下的 AI 部门，他们善于修数据中心，他们有这个算力的销售能力。接下来我们还期望看到他们修建更多算力，包括地面以及太空，卖给更多的这些 hyperscalers， 或者是像 Anthropic 这样的大模型公司。聊完了 AI， 接下来我们回到星链。Ace 想把每一个业务板块有意思的细节都分享给大家。那么这张表格展示了刚刚已经分享的 Starlink 不同业务细分的营收。具体来看，我想添加的是 Starlink Mobile。在招股书中，公司明确透露，2025年全年 Starlink Mobile， 也就是手机直连卫星通讯的营收，相较于2024年增加了6.32亿美金。那其实2024年根本没有这个服务，也就意味着2025年全年 Starlink Mobile 实际营收就是6.32亿美金。这个数字超乎了很多人，包括我自己的想象。我们都觉得 Starlink Mobile 它只有几百颗卫星在天上，但没想到它竟然全年产生了6.32亿美金的收入了。而且这个收入占到了整个星链收入的6%，并不是可能我们很多人想的微不足道，就1%，甚至小于1%。在招股书中，公司也明确说明 ，Starlink Mobile 它未来的 TAM（Total Addressable Markets） 其实和目前的宽带市场一样大。所以呢，未来这一部分等第2代手机直连卫星通讯的这个卫星上天以后，想象力会非常的大。再来看下方，我们来看 Starlink 订阅数以及 Starlink 的平均月费的变化。那么订阅数当然是非常的优秀了，2023年仅仅只有230万，而到了2026年一季度就已经来到了1000万以上，实际上目前已经突破了1100万。随着订阅数的增长，其实月费是下降的，原因也很简单，我需要更多的市场，而不是所有的市场都像美国这样 premium 能够付得起，所以很多市场我要去降价。所以呢，平均月费直接从2023年的接近100降到了2026年一季度的66。那么总体上，接下来我觉得 SpaceX 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上方订阅数量的绝对值，而更是订阅数乘以月费的这个乘积，也就是总的营收需要增加才行。对于这次招股书 ，Ace 最大的期待之一，就想知道是否招股书会透露单颗卫星的制造和发射成本。那么虽然招股书没有直接说，但是我为大家推测了一下，这个推测不一定完全准确，不过我觉得8-9不离10。怎么去进行单颗卫星的成本演算的呢？我们来看，2025年资本支出，我们在刚才的表格看过了，星链41.8亿。
那么我们也知道，2025年公司总共发射了约3000颗星链的卫星。那么这样预估下来，单颗卫星的总成本大概是139万。但是这是单颗卫星的总成本，还记得我刚刚提到的吗？星链卫星的发射和卫星的制造，它们这些费用都是资本化的，也就是在费用里面的折旧与摊销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了知道具体的卫星制造成本，就必须要知道单颗卫星的发射成本。那么 ACE 也是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，单次猎鹰9号发射价格，我在视频开头就提到了7400万。而公司火箭发射的毛利率，我们也知道非常明确，大概是60%。但是如果是自用的话，我相信会省一些成本，所以毛利率应该更高才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帮客户发射会产生一些费用嘛，你自己发射每次都一样，我相信按道理毛利率会更高。把星链作为内部客户来看的话，我将毛利率再加10%，算作70%的毛利率。这样算下来，单次内部任务发射的成本就是7400万乘以1减70%，等于2220万。其实也有市场上的人去预估说，单次任务内部发射成本是2000万左右。那么这个算出来的2200万和2000万就比较接近了，我觉得还是比较可信的。这里首先可以看出来，猎鹰9号的毛利率很高，对吧？它收客户7400万，它的实际成本就2、3000万。那么我们也知道，单次任务发射星链卫星数量大约就是20颗、30颗，我们平均吧，25颗左右。所以呢，用2220万的成本除以25，得到了单颗卫星的发射成本89万。那么再用总成本139万减去发射成本，就得到单颗卫星的制造成本50万。总结下来，星链一颗卫星发上去，平均下来火箭成本89万，卫星制造成本50万，加起来140万不到。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。我的会员社群有朋友开玩笑说，可不可以我出140万把我发上去，我也上天玩一玩？这当然是开玩笑，这足以证明 SpaceX 已经将火箭、已经将卫星的制造压到了极低的成本，而接下来星舰的成功将把这个成本进一步压缩。我们了解完了星链的有趣的细节，AI 有趣的细节，我们还是要再来看一下火箭方面。那么猎鹰9号的细节我们知道很多了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 Starship 星舰。招股书明确透露了 Starship 累计投资超过了150亿美元。而这张研发费用表格里面的 Space 航天部分，其实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，它的大部分研发费用的投资都是在 Starship。那么过去3年加2026年一季度总和是73亿，也就意味着2023年以前 Starship 已经投资了70多亿，再加上最近几年的70多亿，加起来累积的研发费用150亿。150亿这个数字真的是非常庞大，因为这仅仅是研发一款火箭，但是一旦 Starship 星舰成功，可以想象它会发射下一代的超大型卫星，包括星链卫星，包括 D2C Starlink Mobile 卫星，还包括非常有想象力的算力卫星。所以真的非常期待2026年下半年就能实现商业首飞，把这些大卫星送上天，那么整个 SpaceX 的飞轮效应又会开始。好的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ACE 为大家呈现了非常多的招股书里面直接呈现的数据，以及我为大家挖的一些有趣的间接的细节。如果在接下来的时间，我发现更多的有用的信息，会通过另一期视频和大家分享。感谢大家！如果你喜欢我的分享，请你订阅盲流 Life 美股频道，也请通过视频下方的 V Link 链接，在不同的平台追踪我，也请通过 Patreon 加入我的会员社群，或者你是在中国大陆，通过哔哩哔哩充电可以观看我所有视频，或者是加入我的微信社群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